219年5月，曹操从汉中撤兵，刘备获得了汉中之战的胜利。7月，关羽率军前去攻打襄阳和樊城。那么，此战的战果如何？孙权为何要与曹操结盟呢？本期视频，我们就一起走进关羽围攻樊城及孙刘联盟瓦解。汉中之战获得胜利后，刘备自称汉中王，同时任命许靖为太傅，法正为尚书令，关羽为前将军，张飞为右将军，马超为左将军，黄忠为后将军。关羽此时正在镇守江陵，当他得知黄忠与他地位相当的时候，愤怒地说道：“大丈夫岂能与老兵同列？”因此不肯接受任命。最后在费师的劝说下才醒悟过来，欣然接受了任命。之后他留下糜芳镇守江陵，傅士仁驻守公安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前去攻打襄阳的曹仁。此时曹操刚从汉中撤兵，到达了长安，得知关羽攻打襄阳后，立即任命曹植为南中郎将，行征虏将军，率军前去解救曹仁。然而命令发布之后，曹植却喝得酩酊大醉，无法领兵出征，这让曹操对他非常的失望，只能另派于禁率领3万人马前去救援襄阳。于禁到达后，曹仁让他和庞德一起屯驻在樊城的北部。关羽得知后，率军前来攻打，庞德出营与其激战。当时庞德骑的是一匹白马，异常的勇猛，关羽的属下称其为白马将军，对他极为忌惮。激战过程中，关羽还被射中了前额，于是双方便展开了对峙。8月，襄阳开始下雨，而且一连下了10几天，导致汉水暴涨外溢。由于樊城北部的地势低洼，于禁和庞德的大军便遭到了洪水的冲淹。关羽见此情形，立即引军前去攻打，最终于禁投降，庞德被俘。关羽准备任用庞德为将，但遭到了庞德的拒绝，于是便将其斩杀，于禁和庞德全军覆没。之后，曹仁被关羽围困于樊城之中，吕长则被围困于襄阳，形势岌岌可危。得知关羽大胜，许都以南的诸多山贼纷纷投靠关羽，甚至连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以及南乡太守傅方也前来归附，许都以南全部沦陷，关羽的声势威震华夏。曹仁觉得大势已去，准备率军突围而走，可满宠劝告他说：“大雨来得快，去得也快。现在许都以南全部归属关羽，但关羽只是派遣将领前往夹下，并不敢继续攻打许都，就是担心我军会和许都成为犄角。如果我们现在逃走，则红河以南就尽归关羽了。将军还是再坚持一下吧。”曹仁听后便打消了逃跑的念头，准备与关羽死战。满宠将自己的白马淹死，与士兵们共同盟誓。曹仁则以必死之心宣示众人，将士们都被他俩的精神感动，决定誓死守城。就这样，曹仁仅率领数千名士兵据守樊城，可此时大水几乎淹没了整座城池，关羽又在城外围了好几层，城里与城外的音信断绝，粮食也所剩无几。消息传回长安，曹操大为震惊。由于汉献帝还在许都，距离樊城很近，为了躲避关羽的锋芒，他准备迁都到黄河以北。可司马懿和蒋济等人却极力劝阻，他们认为于禁是因为被大水所淹，所以才导致失败，并不是战略上的失误，并不影响大局。但是如果此时迁都，反而是向敌人示弱，淮河和汉水一带便人心不稳。而且刘备和孙权外戚内疏，现在关羽做大，孙权必然不安。如果我们将此事告诉孙权，让他派兵牵制关羽，则樊城之围便可解除。曹操听从了他们的建议，立即派遣使者前往江东说服孙权，同时派遣徐晃和赵岩等人率军救援樊城，他自己则亲率大军从长安出发，回师洛阳，准备征讨关羽。徐晃率领的大多都为新兵，难以与关羽争锋，于是走到杨凌坡的时候便驻扎了下来。众将催促徐晃赶快出兵救援，可赵岩却对众将说：“现在敌军已将樊城围得水泄不通，导致曹仁被隔断，不能合力破敌。如果仓促出兵，对内对外都为不利。不如让前军缓慢进军，逼近包围圈，然后暗地里派遣间谍通报曹仁，让他知道城外的救兵已到，以此来激励将士。只要他们再坚持10天，北路的援军也会赶到。
到时候里应外合，敌寇一定会被打败。如果由于救援迟缓而导致失败，我愿担当责任，诸位不必担心。众将这才不再催促，赞成赵衍的计谋。此时，关羽的前部军屯驻于郾城，徐晃佯装要切断蜀军后路，蜀军担心被围，只能稍营撤走，徐晃军便进驻郾城。之后，他让大军步步为营，缓慢地逼近樊城，在距离关羽大军3丈的地方才开始扎营。就在徐晃和关羽对峙的时候，孙权的使者来到洛阳，带着孙权的亲笔信求见曹操。孙权表示，东吴将会派兵袭击关羽，但为了不让关羽有所防备，务必请曹操为他保密。曹操召集属下商议，董昭给曹操献计说，我们可以表面上答应孙权，实际上却故意给关羽泄露情报。这样，如果关羽得知东吴出兵后引军退走，则樊城之围就可自动解除，我方不仅获得了利益，还可以让孙权和关羽相互攻伐。要是我们保守秘密，樊城的将士便不知道外有救兵，想到粮食越来越少，会产生恐惧情绪。倘若有了其他的想法，将会造成不可估量的后果。曹操听从了董昭的计谋，表面上答应孙权保密，实际上却让徐晃把孙权的来信射到围城之中，以及关羽的军营。樊城的将士们得知消息后，斗志倍增，而关羽则开始犹豫不决，进退两难。不多时，曹操亲率主力到达了磨皮，即今天的河南省夹县东南，并派遣殷蜀和朱盖等12个营将士前往郾城。他们到达后，全部归徐晃指挥。此时，关羽的主力一部分屯驻于围头，一部分屯驻于泗冢。徐晃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，扬言要攻打围头，实际上却在暗中攻向泗冢。关羽得知泗冢将要失守，亲自率领5000步骑兵前来支援。到达战场后，关羽便见到了徐晃。由于他俩人不仅是同乡，官渡之战的时候，他们作为曹操的降将，还共同击败过颜良和文丑，之前的关系非常要好。因此，俩人在战场上见面后便开始叙旧。正在这时，徐晃突然下令，得关云长首级者赏1000金。关羽连忙问道：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徐晃回答说：“这是国家大事。”随后，两军便展开激战，关羽不敌，只能退走。徐晃则率军穷追不舍，尾随着关羽的败兵，一直追到了关羽的营寨。关羽营寨的设施本来是极为严密的，外围的生蚝和鹿角有10重之多，如果想从营外强攻是极为困难的。可现在，徐晃却趁着关羽大营混乱之机，冲入了关羽的军营，斩杀了蜀将胡修和傅方，一举击破了关羽的大营。关羽无奈，只能率军退往汉水以南。尽管如此，蜀军的舟船仍然占据着沔水，曹军去往襄阳的水路依然隔绝不通。就在这时，吕蒙白衣渡江，兵不血刃，便拿下了公安和江陵。关羽得知后，只能率军回去救援，樊城之围终于彻底解除。关羽退走后，曹仁便召集诸将商议，准备趁机追击关羽，并将其活捉。可赵衍却说，孙权想趁关羽处境困难的时候断其后路，然而他担心关羽回兵救援后，我军趁他们双方疲惫之机采取行动，因此才与我们合作，为我们效力。可实际上，他却打算随机应变，以观胜败。现在关羽已成为孤军，我们不能赶尽杀绝，而是应该留下他，成为孙权的心腹之患。如果我们穷追不舍，孙权就会改变想法，担心关羽被打败后，我军趁机攻打东吴，他就会为我军制造麻烦。我想，魏王此时也一定在为此事深谋远虑。于是，曹仁便放弃追击，任凭关羽退走。不久之后，曹操果然派人给曹仁传令，不得追击关羽。至此，襄樊之战结束。此战不仅挫败了关羽的强大攻势，而且破坏了孙刘联盟，改变了当时的战略格局，使曹操掌握了战略的主动权。那么，东吴是如何偷袭江陵和公安的？关羽为何会败走麦城呢？我们下期接着讲述。